嗨，大家好，初哥现在已经到了新疆自治区的和田市，现在来进行我们这趟旅程的第二次保养。上一次保养呢是在乌鲁木齐，是在10天以前，没想到新疆实在是太大了，跑了10天就跑了5000公里，然后跑到和田来又要做第二次保养了。从合肥开出来之前，我清零了一下平均的油耗。从合肥开出来到和田开了1万多公里，现在3个人再加上后备箱满载的平均油耗是10.04。好，现在开始做保养了。进西藏之前必须得对车做全面的检查，因为西藏的那种路况，再加上高海拔，再加上我是单车，所以绝对不是开玩笑的，要仔细检查底盘以及各个机械部件的运行状况。虽然我这台虎8 Pro 已经拖底了无数次，但是我最担心的一个是油箱的这个底壳。油箱的底壳可以看出这边已经被拖凹进去了，这个支架就已经有变形了，但是呢，油箱到现在还没有问题，没有破损。然后左边的这个刹车油的管路，然后右边的这个汽油的管路都没有问题。现在肉眼所见的就是排气管了。排气管你们看啊，这儿排气管的中后段，这儿以及这儿全是被拖的，排气管都被拖成这样子了，油箱还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看出这个奇瑞的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外观看的话嘛问题不大但是那个里面嘛有点多盐那我这个再跑到拉萨应该问题不大吧？5000公里。现在就是你踩刹车的时候，比如说那个有没有声音？有的时候有。就是这个刹车可能这两边高中间低了，所以嘛这一踩刹车的时候那样的声音。对，是的。现在你踩刹车从方向盘抖的那样的情况没有吧？没有抖。那就可以。可以是吧？行，那我到拉萨再看吧。好嘞。皮带没有问题。皮带也没有问题。对。就是这么点的磨损应该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现在这个问题吧不大，刚开始出来的那个刚开始出来的。对。那也就可能是这边沙尘比较大，然后进石子或者沙子给磨的。对。行吧，没事，那我就先跑吧。趁着修车的间隙，给大家做一个前半段旅程的一个总结。首先说一下子，在出发的时候，我说要带2位韩国客人来一趟长途旅行，然后让他们来评价一下国产车。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其中一位金哥，然后在出发当天就是因为韩国那边有急事，然后就直接飞回去了。然后后来跟着我们走的这个朴社长呢，他一路上都是状态不是非常好。为什么呢？有3点。第一点，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了，他60多了，所以呢他的体能不是非常好。然后再加上这个第2点就是长途坐车，因为韩国毕竟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他在国内没有坐过这么长的车，没有经历过这么长的一个旅途。但是现在从西安开到和田已经开了接近1万公里了，所以呢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疲惫的一个旅程。然后第3点呢，就是他对这个新疆这边的东西他吃的不习惯，因为新疆这边很多东西呢，他放了不少的香辛料，他可能是在韩国那边口味比较轻，而且呢，就是对这个羊肉的这种味道呢，也是比较难以接受，所以这一路上，那个吃的不好，然后体能又不行。所以再加上长途行车的这个缘故，所以他一路上都不太舒服，所以我路上也就没有怎么去拍他了。明天呢，他和丰玉就要从和田飞到成都，然后丰玉是直飞回北京，然后朴社长就是直接飞回韩国去了，然后剩下的旅程呢，就是只剩下初哥一个人干了。接下来的旅程呢，我要往西藏那边走。现在往西藏那边走有2条路，一条是219国道，是比较传统的一条进藏的路线，又叫做新藏公路。新藏公路那边呢，往西藏的南部走，那边的风景非常漂亮，这是一个选择。第2个选择呢是走新开的216国道。216国道是从新疆的民丰，然后到西藏的哪儿？西藏的且末好像，也可能是我记错了啊。
这是一条就是800多公里的无人区，而且呢中途没有任何的加油站。如果我是选择走这条国道的话呢，那我明天要在民丰，然后开证明去买油桶，然后呢把油桶加满，然后在路上的话还要用油桶去给车加油，然后才能走完这段国道。这段国道有很长一段旅程是在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路段，所以呢在这种路段上面，我扛一个40升的油桶去给车加油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呢，我还是想去挑战一把。目前看来，这个216国道应该是没有封路，因为它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修路或者其他原因封路。但是目前的情况看来，它没有封路，所以我现在还没有决定好，到底是走比较传统的219去看一些比较好的风光，还是走216国道去挑战一把，去穿越一下这个羌塘的无人区。一切都得等到我明天睡醒了再做决定吧。今天呢，先把车给做好保养。刚才看了一下子，师傅说这个水泵的皮带轮，还有皮带，就是皮带上面它是有一点磨损的一个痕迹，然后这个痕迹呢，可能是因为这个皮带轮的问题所造成的。马上还要做一个更详细的检测，看看这个皮带轮有没有问题。因为进藏的话，第一个是高原高海拔，对车况的要求非常高。第二个呢是那边的路也不太好。第三个呢，大家也知道，我这台车被我给操得非常非常的狠。所以现在在我进藏之前，因为我又是单人单车，所以一定要做好这个检修保养和这个维护啊，以保证我这个路途上的安全。再说一下子，前半程就是从合肥出发，然后一直到和田，开了1万公里出头。然后基本上都是3个人，然后再加上后备箱满载，再加上我开车的风格，还有风裕开车的风格也是比较暴力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油耗是10.4个油耗。那么现在看来，这个虎8 Pro 的油耗的表现我已经是非常满意了。很可惜和田这边没有皮带张紧轮的备件。但是师傅又详细看了一下皮带和皮带轮的状况，他觉得问题不大。因为那个皮带也是刚刚开始磨的，很可能是因为新疆的这边经常有沙尘暴嘛，然后再加上我跑的一些石子路，它可能是进沙子或者进石子了，然后给稍微磨的。那现在也没有其他办法了，就只能一路跑到拉萨，然后再去做一个检查和更换了。大家保佑我吧。我觉得和田这边 4S 店的师傅特别好，因为检查的特别仔细，事无巨细。刚才还把我的那个保险盒的那个螺丝以及那个固定空滤的那个螺丝给检查了一遍，因为发现那个螺丝下面可能它是有点滑丝了，然后都把螺丝给换了，我觉得特别好。好了，看完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让我们继续前进吧。明天出发，目标西藏。